的奇幻爱恋，年度古装剧王炸预定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越来越渴望一段不同寻常、足以牵动人心的故事。紫夜归带着一股穿越虚幻与现实的能量强势来袭，一场人妖之间的禁忌之恋，一个充满光怪陆离却真实动人的幻想世界，即将点燃全网热议。古装新纪元，紫夜归震撼启程。2024年古装剧赛道群雄逐鹿，而紫夜归的出现无疑为沉寂已久的古偶剧市场注入了强心剂。它不仅是视觉盛宴，更是情感与思辨并重的精神大餐。随着预告片上线，亿万观众的目光齐聚，期待值直线飙升，掀起一股紫夜风暴。天作之合，徐凯成田曦薇引爆 CP 新高地。徐凯与田曦薇这对首次合作的颜值与演技双在线组合，堪称本剧最大看点之一。一位是深情正义的捉妖官，一位是魅惑灵动的猫妖贵女。人间正道与妖界风情交汇，两人之间的张力几乎从荧幕中溢出， CP 感拉满，令人沦陷。改编自浮华经典， IP 焕新魅力无限。原著小说梅夫人宠夫日常，凭借其甜虐交织的情节与人物塑造，赢得无数书迷喜爱。此次改编不仅保留了原著的精髓，还在情节结构与角色成长上进行了大胆创新，既能满足原著粉，也为新观众带来惊喜。梅主语白日官员，黑夜猎妖者。男主角梅主语白日里是风度翩翩、严于律己的玄剑司主官，夜晚则潜入妖界猎杀作乱的邪妖，肩负重任，心怀悲悯。他的双面人生充满张力与戏剧冲突，令观众在心动的同时也忍不住深思其命运的沉重。武真，猫妖贵女的破圈之旅。田曦薇饰演的武真不再是以往甜妹形象的延续，而是一位外表华贵、内心矛盾的猫妖贵女。她游走在妖界与人间之间，既可撒娇耍赖，又能爆发力量守护所爱，角色立体感十足，是整部剧的情感核心。一段人妖恋为何动人心弦？人妖恋这一设定虽已多见，但紫夜归却将其演绎的极具现实意义。它不仅仅是跨越身份的爱情故事，更是一段关于理解、包容与选择的旅程。这份爱不仅动人心魄，更让人反思人性的复杂与宽容的力量。导演吕浩吉吉打造东方幻想新标杆。作为太子妃升职记的导演，吕浩吉吉再度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紫夜归中，他将东方美学、奇幻构建与情感深度巧妙融合，画面如画，情节如诗，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审美与情感体验。美术团队精雕细琢，每一帧都是壁纸。无论是梅主语的朝服铠甲，还是武真猫妖形态的华服变身，每一个造型，每一件道具都体现了剧组的极致匠心。整座长安城仿佛从历史画卷中跃然出现，细节处藏满惊喜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演员表现炸裂，火花四溅。徐凯的深沉内敛与田曦薇的灵气外放形成极佳互补，在对手戏中擦出令人惊艳的火花。两人情感推进自然流畅，从最初的敌意到后来的守护与共生，情绪层层递进，牵动人心。不只是爱恋，更是命运的交锋。这部剧最打动人的是它从未停留在你侬我侬的甜宠层面，而是深挖爱与命运的抗衡。武真不断挣脱妖族命运的枷锁，梅主语也在职责与情感之间挣扎。两人携手突破束缚，成就彼此的救赎之路。悬疑线索引人入胜，捉妖之旅步步惊心。剧中捉妖情节紧凑有力，每一个妖物背后都有一段隐藏的真相与悲情。悬疑主线与情感副线交织推进，使观众欲罢不能，形成强烈的追剧粘性。女性角色集体崛起，告别工具人。除了女主武真，剧中还有多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。她们不再只是陪衬，而是有主见、有力量的独立个体。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，使剧集更加契合时代审美，拥有深远的现实意义。妖与人之间，标签之外的情感投射。在这个妖人共存的世界中，剧集打破了善恶二元的刻板印象。妖亦有情，人亦有贪。紫夜归试图告诉观众，真正的对立并非种族，而是内心的偏见与恐惧。
虚幻中见真实，情感共鸣打动人心。虽然是奇幻题材，但其中关于孤独、渴望、成长与牺牲的情感却真实到令人共鸣。观众在武真的挣扎中看到自我，在梅竹雨的坚定中感受守护，这种幻想中的真实才是紫夜归最迷人的地方。值得追的理由不止一条。真正让一部电视剧打动人心的，从来不只是华丽的外表，而是它是否能抵达观众心灵的深处。紫夜归恰恰做到了这一点。它的成功并不靠所谓的流量密码，而是从内容出发，构建出了一个逻辑自洽、情感真实、角色饱满的世界。在当今古装剧同质化严重的背景下，能看到这样一部用心之作，实属难得。剧本层面，它摒弃了快节奏爽剧套路，转而聚焦人物的内心成长与关系的演化。我们看到梅竹雨从理性冷峻的捉妖官，逐渐因情动而变得柔软，懂得怜悯；武真也从调皮猫妖转变为愿意为爱付出、直面命运的强者。这种成长是缓慢但坚定的，正如我们在现实中不断摸索与跌倒的自己。观众能够在其中找到投射，正是这份共鸣让人沉迷不已。此外，紫夜归在人物关系的描绘上极具层次感。它并非单纯的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而是在理解、拉扯、试探中一点点推进。这份细腻如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微妙的互动。有时一句沉默比表白更重，有时一个回头就足以千言万语。它让我们相信，真挚的情感不需要喧嚣，只需用心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紫夜归像一杯温热的茶，初入口不惊艳，但越品越有味。这正是它最珍贵的地方，也是我们一再推荐你一定要追的真正理由。紫夜归上线在即，全网催更模式已开启。在一部剧尚未播出之前，就已掀起如此高的讨论热度，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。紫夜归之所以能在尚未开播时便引发如此强烈的期待，其背后不仅是演员阵容的吸引，更是观众内心对真正好剧的渴望在作祟。我们在一众套路化、快节奏、爽而无感的古偶中渐渐疲倦，终于等来了这样一部有质感、有灵魂、有情怀的作品。社交平台上的热议不只是简单的磕 CP 求更新，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集体释放。有人说，这才是我小时候幻想中该有的古装奇幻世界，也有人感慨，终于不是千篇一律的套路狗血，而是有深度的情感表达。这部剧成为了大家共同情绪的寄托，未播先火的背后是大众对优质内容的高度敏感与珍惜。更打动人的是，很多观众甚至已经开始共情剧中角色，从仅有的预告片与片花中，他们看到了自己曾有的爱情、曾有的梦想，甚至曾有的挣扎。他们等的不只是更新，而是一种慰藉，一种久违的浪漫与理想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免疲惫，而紫夜归像是为灵魂准备的一场梦，给予他们片刻的逃离与温柔的抚慰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的上线，它更像是一场情绪共振的开始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这个高速旋转的世界里，我们依旧可以为一段真挚的爱、一场美好的梦而心动，而等待。让我们一起迎接紫夜归的浪漫降临。当幻想与现实交织，当爱与使命碰撞，一段惊心动魄又浪漫至极的旅程就此展开。紫夜归不仅是电视剧，更是一场情感与视觉的冒险，一次心灵的震颤，一次对爱、对自我、对命运的深刻凝视。感谢各位小伙伴观看本期内容，你是否也已迫不及待想踏入这个充满神秘与情感的长安妖境？欢迎在评论区大胆说出你的期待与想法。别忘了点赞加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持续分享优质内容的最大动力。锁定精彩，追剧不迷路，更多幕后花絮与最新资讯尽在这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